今年年中，美国国会发表的一篇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调查报告就已经提及了目前我国国产新型航母的技术水平已经和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为同一级别的对手。真是这样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今年年中，美国国会发表的一篇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调查报告就已经提及了目前我国国产新型航母的技术水平和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为同一级别的对手。相比中国装备的辽宁、山东两件国产航母，新型国产航母排水量、长度和宽度无疑要比它们大得多，而新型国产航母的飞机起降方式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大胆采用电磁弹射器和平直甲板，使航母的事态感知和作战半径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威胁。美专家认为，中国新型国产航母最大的进步就是采用了新式的平直甲板和电磁弹射器，加上新型舰桥和远程有源相控阵预警雷达，除了舰载机数量和动力系统，其综合作战能力超越了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甚至可以和福特级航母相匹敌。中国的老式辽宁、山东航空母舰采用的是苏联式滑跃甲板起降技术，主要还是因为苏联当时建造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时没有使用弹射技术。相比美国弹射技术，苏联的弹射技术并不成熟，因此中方改装时也就沿用了滑跃甲板起降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中方自行在山东号上继续沿用了滑跃甲板起降技术，而同时中方也正在研制电磁弹射技术。山东号正式建成以后，中国的电磁弹射技术也逐渐的趋于完善。传统的滑跃甲板起降技术就是在航母甲板的前方安装一个几十米的弯弧甲板，是向上翘，一般的角度在10到14度之间。舰载机起飞时依靠发动机的推力推动飞机，滑行至弯弧甲板，由甲板给舰载机带来格外的升力，也就是说，在飞出甲板前就把机体提前拉起，使其可以立即起飞爬升。滑跃甲板起飞有不少优点，如省钱、省时间等。一般的小国航母基本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航母起降，但是这种起飞方式也有不少缺点，就是飞机只能轻载荷起飞，也就是说一架飞机无法满载油料弹药起飞，因为太重了，加上航母甲板长度和地面机场跑道相比太短，所以在航母甲板如此短的滑跑距离，飞机发动机没有积攒足够的推力，肯定是飞不动的。如果强行起飞，还有坠海的危险。其次就是出勤率的问题，滑跃甲板相比弹射起飞太慢了，弹射起飞只需把飞机快速搭载到弹射轨道上，就能够迅速牵引战机起飞。尼米兹航母能在30分钟内迅速弹射40架 FA-18EF 战机，而采用滑跃甲板的辽宁号弹射自己搭载的全部24架歼15战机，则需要60到90分钟之间，由此可见弹射起飞的优越性。而此次国产的新型航母采用电磁弹射器技术，虽然我国电磁弹射器相较于美国发展的算是很晚了，但是在马伟明少将团队的攻克下，我海军目前已经掌握了新型电磁弹射技术，而且发展迅速且顺利，不存在可靠性和其他方面的问题，甚至超越了美国。要知道，美国的电磁弹射虽然搞得早，但是技术问题不断。电磁弹射系统是由电力驱动的弹射系统，动力强劲，可以把满油满弹的重型舰载机以高速弹射出去，因此国产新型航母的作战半径和打击能力将得到成指数的增长。不仅如此，电磁弹射会成倍的提高新型航母舰载战斗机的出勤率。据估计，出动全部60架战机需要的时间仅在30至40分钟左右，这个效率无疑是彻底的超过了美国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所使用的蒸汽弹射系统。而且作为航母事态感知的关键探测设备，舰载空中预警机 KJ600 也会登上新型国产航母。
KJ600 可以对550千米以外的目标进行探测，可大幅度提升航母对海空的探测能力。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军事专家格外关注国产新型航母采用电磁弹射的原因。至于国产新型航母装备的战机，可能是歼 15B 的弹射型号，作为一个过渡战机使用，先让飞行员熟悉一下弹射起飞的特性，然后再使用隐身战机。据传 FC-31 隐形战机的舰载版本正在测试之中，未来会替换歼 15B 成为国产新型航母的绝对主力战斗机。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已经实战化部署的 F-35C 隐形舰载战斗机。专家分析 F-35C 和 FC-31 隐形战机的性能相差不大，因此两款飞机势均力敌。最后综合分析，中国的国产新型航母是目前最强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其作战能力完全可以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相媲美。当然，新型国产航母没有核动力也会限制其海上作战范围，但是整体仍然是瑕不掩瑜。因此，未来的中国航母必将是美国航空母舰最有力的强劲对手。